大家好，在进行浴血奶油白菜移植前呢，先来看一下为何现在这个时间点还在种植可以反复采收又短天期的奶油白菜。眼前这是家母依照惯用节气种植的秋冬作物了，内部包含结头菜、高丽菜、花椰菜与青花笋。由于气温下降的速度比较慢叶菜蛾出现的比较晚对于没有使用防虫网，叶菜蛾入侵的还不算严重而这花椰菜呢，避免阳光直射，只需要盖上布料或是菜叶就可以让花椰菜长得白白亮亮的。一旁的防虫网算是正式宣告开始出手了。分批种植下的下一波十字花科结球类作物呢，不使用防虫网的话，就会非常麻烦了。另外，这缺乏浇水的血质槟榔心芋头呢，只需要放养，让它慢慢生长就好。种植短天期的菜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种植衔接不顺而埋下的伏笔眼前这奶油白菜混在杂草里生长不是坏事频繁浇水后呢，杂草生长的速度获得了很大的加速好处是可以掩护一下菜苗现在稻子收割完的季节呢，麻雀跟八哥特别多都专挑菜的嫩苗吃有此困扰的话，育苗时最好盖上网子等幼苗长大一点，鸟类就兴趣缺了。为了方便快速大量除草呢，就可以将菜苗都先移植出来除草会更快速方便一下就可以清理完毕了。另外，由于这是直接在土壤上进行撒种移植前呢，可以先将土壤浇湿一点这样挖起时幼苗会比较容易带起紧密的土壤移植后除了成功率比较高之外呢，就算伤到细根呢，恢复生长时间也会比较短。而这种浴血奶油白菜呢，长大后会比较大颗之外若种植空间不大，还可以采用摘叶的方式反复采收由于植株可以长到比较大颗，种植的间距就要拉大一点，这样移植完除了方便浇水呢，这水下去之后，草籽应该很快获得救赎而长出来不过因为白菜的幼苗已经相对大颗种植空间又比较大这之后刚好方便从间距中呢，透过松土的方式顺道将草除掉移植完毕之后呢，虽然幼苗带有比较多的土壤但是第一次浇水时呢，一样得把土壤都浇透除了提供水分之外，也让不同土壤产生连结植株间距大呢，浇水的时候浇在间距的位置就可以了。虽然这很刺激草籽长出来不过只要左右交互除草呢，很快杂草生长的数量就可以变少许多了。还是那句话家庭种植呢，在不用除草剂的条件下只要降低杂草数量跟容易清除杂草，就应该要很知足了。一旁的杂草清除后呢，由于现在是冷热交替的季节此时很容易出现白粉病就顺道将上方的七里香进行修剪维持良好的通风，可以降低白粉病的发生而修剪下来的枝叶呢，就先摆在一旁覆盖土壤光是这样简单的动作呢，就可以跟地底的蚯蚓产生很大的互动此时又在一旁进行黑叶奶油白菜育苗这样就不算闲置太多空间了。由于这不结球白菜属于短天期的作物不仅生长时间短，育苗也可以非常快而这在七里香枝叶下进行育苗，
主要是要避免鸟害啊。在缺乏日照下呢，幼苗的植株很容易长成这样哈。幼苗为了日照，茎部很容易出现不断抽高的状态啊。此时得将遮阳移除，提高日照。要进行移植时，茎部才不会出现过细的现象啊。给它几天的日照时间，叶片就可以长出之外呢，茎部也会变粗了，方便移植啊。在2天后呢，浴血奶油白菜叶片就变得绿油油的了。而这在附近飞来飞去不走的叶菜蛾是伤害不大了。个人比较担心的是，很久没有下雨了哈，地底出现跳虫的机会会大许多了。现在就是三方比速度了，菜生长、采收与虫害互相比拼速度了。谢谢收看。